当你生活已经卡到不行，案件被退，同事很烦，主管要求很多，心情烂到谷底，这时候还有人跟你说要念，我好丰盛哦，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你是不是很想大喊说，北七哦，最好是啊？对，因为在我们能量很低的时候，然后还要去强迫自己去正面思考，你觉得它会是那根救命稻草，还是其实这个正面思考的肯定句只是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个正能量的迷思，看看在最卡的时候，如果不靠肯定句，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菲，陪伴大家一起回到自己的内在，对齐灵魂频率的引路人。嗨，我是小天，我相信灵性，但只谈落地。让我们一起把灵性变成生活上用得上的超能力。欢迎来到天外飞仙。说实话，我以前觉得肯定句很像一种心灵口号，但是在我最焦虑，然后 KPI 达不到手，然后又有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如果叫我那个当下去念肯定句，我反而会觉得很烦躁。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潜意识好像不是很相信，也不觉得现在念这个到底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在一个很极度负面的状态的时候，大脑的意识会告诉你说啊，要去肯定自己，要告诉自己说我很棒，我现在是很最好的。然后，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在潜意识，他还没有接受，所以他会觉得你在骗人，你就不是真的。这种大脑的意识跟内在潜意识的拉扯，其实会消耗你更多的能量。某种程度就是现在大家在讲的，会一直去内耗，因为你一直在拉扯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急着用假的正向去覆盖掉真的低频。就像艾菲老师很常提醒我，不要执着于表面的那个像。但是这个食物要怎么去理解？就像我刚才有讲到，比如说我现在没有钱，或者是我遭遇到什么失业啊，这就已经是事实了。我的天好像塌下来了，那个感受是真真切切的。我要怎么去运用小技巧吗？就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像它是一个表面的事情，就有点像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想象，就当一个人溺水的时候，他会很着急，所以他会一直在拍水面的那个水花。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先让自己回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你才不会一直往下沉。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急着向上，急着正向，而是我们要先从那个负数回到那个平衡的地方，回到那个零的基准。所以等于就是不是要你马上变开心，而是要你先停止愤怒，然后停止悲伤，停止绝望。那个停止也不是不让你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试着先慢慢的拉回来到一个平衡点，然后你才能好好的有空间的去做一个正向的行为。所以你要拉回来平衡点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静心啊，或者是给自己空间啊，或者是跟自己对话，这些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停下来的事情。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做这样的练习，就是要停止内在的拉扯。我会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容器，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大脑也都是一个容器。那你的想法、你的念头都会是一个讯息，它就会一直在你的容器里面去承载，但是它可能会有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硬要加东西进去，它就会内耗。这是我一开始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是这样，所以你得先停止让你的这个容去加东西。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理解也会是说，哦，可能周五可能一周加班很多了，那我周五下班之后，哦，大家都不要吵我哦，周五到周六是我放假的时间，那我就会开始废的，就我可能会去追剧啊，或者是玩游戏，或者是打电动啊，对，做一切就是沉浸是在自己可以
开心的事实，因为对我来说那就是理解我平静的感觉，因为我就要隔绝一些会让我很内耗不开心的事。对，那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在礼拜五的晚上，可能你会追到3-4点，半夜天亮再去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准备美好的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家庭式电影院还是什么，就追剧在那个情景。可是我慢慢的发觉到了礼拜天，差不多下午4点的时候，我心情就开始变不好，因为明天就是周一症候群出现了。对，就是你会开始很开始那个情绪就会变很荡，因为你可能开始不能追，或者是你要开始去思考说，哦，我要开始预习明天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开始要整理家里，或是什么，因为你只有假日可以用的话，以我们工作这么忙碌。那时候我才开始 get 到说，那成瘾这件事情好像跟平静会有一点点距离。没错。所以后来我开始就是听艾菲老师讲，就是我会先听话照做，因为我发现这样子的练习里面并没有让我的心平静下来。那我开始去做可以平静下来，我觉得它是跟手作有关，然后跟你要停止再把讯号放进去。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整理东西，然后静态的冥想，静心，就是老师说的静心。或者是运动相关的静心方式。对，运动真的蛮有用的。因为这就是回归到我自己的理解是，你必须手做，或者是你必须投入一些运动，就是你会流汗，就是你呼吸上面会循环。你没有讯息进来，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把那个心情很郁闷，或是那个事件的当下，一直在脑海中去想，但是这个讯息来，你可以让它来，但是你也可以让它过去。那这个技巧里面，其实就是先停止，让更多的杂的事情进来。对，那我开始听话照做，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我就 get 到一个点是，我觉得平静，老师说的那个平静的感觉，我自己的理解是，它没有所谓的快乐，也没有所谓的不快乐，它就是停在那个状态。你观察一下，你的心突然会稍微比较轻松。那如果对我当时的练习，我是没有念肯定句，那我在那个当下，我应该要思考什么？我觉得就像小天说的，他已经先试图的让这个容器不要再塞新的资讯进来了，这是第一步嘛。然后让那个比较负面的东西先暂时的透过不需要大脑思考的，比如说运动去停止。所以你现在才会有空间开始去看见，从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当事人的心态，慢慢的有机会转成观察者的心态，第三人的角度，去从第三人的角度开始去看这个事件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困在那个像的本身，你会开始知道这个事件到底为你带来什么样的讯息。观察者真的很棒。对，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有聊过臣服嘛，那其实又回归到我以前在当主管的时候，我如果做不好的地方，我会一直检讨我哪里是做错了。但是当我用了所谓老师刚才讲的静心，然后有观察者的这个角度进来的时候，我会先思考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还可以怎么做？那下一步怎样才会更好？这就是艾菲老师说的观察者的思维。那当时在做这个转移的时候，我自己给我自己的讯号是，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就是在那个事件的本身啦。那我把它升级成我的理解是，那可能是对我的肯定句，就是对方的想法是对的，我的想法也是对的，那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对的。用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我就是把自己跟宇宙去同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创造了这个实相，
就是创造了这个信念的实相，那他也创造了这个信念的实相，所以我们基本上大道至简，大家都相信因果法则的时候，我的肯定句是这样子换过来。所以其实真正调整你的，并不是那一些肯定句，而是我觉得其实是你愿意跟这个宇宙、跟这个念头、跟这个相站在同一边。当你跟他站在同一边，当你不先急着去指责跟纠正他的时候，当你给了这个事件一个空间的时候，他才会回到那个体验的本身，他才会回到那个你真正该去看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这就是一个转移，虽然这个也是要做很多次练习，而且是刻意练习。没错，因为大脑都会保护自己，所以大脑会挑舒服的路走，大脑会挑保护你的方式走。对，就是让你不要去看到。所以当你真的要有一个新的路径到你的大脑里去建立一个比较正向的管道的时候，你就真的必须要去刻意的练习。那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有一点卡，或是真的很卡，艾菲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肯定句更实用的转念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试着把肯定句变成现在进行式的肯定句。哇，意思就是比如说很多肯定句会告诉你说我现在是丰盛的，我是完美的，会念一些这样的句子去改变自己的能量场嘛。但当这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很难直接去接受这个句子，你可以先试着把那个句子改变成我愿意接受现在的自己，我愿意接受此时此刻迎来的挑战，我愿意看见我此时也有难过，也有失望的心情，我看见了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我接受它，我与这个状态一起，我陪着我自己一起。我觉得用这一些比较情境式的包容感多一点的语句的时候，也许会比那些肯定句更快的进入到你的内在，然后也不会那么有排斥的感觉。对，就是一个进行式的语气。然后我正在有钱的路上。对，我正在有钱的路上。当然你要说你很难去接受那个我现在就是丰盛的，我现在好有钱的那个肯定的时候，你可以先告诉自己说好，那我现在就在路上了，正在路上，我知道我就要去了。就是你可以循序渐进，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极端啦，就是不用这么直接。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就是接受不了，你肯定是还有信念在下面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前进式 ing 式的语句其实也是蛮好用的方式。对，然后其实我也想要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这是在过年的前一天就有一个状况发生了。就在当天，我要回南部之前，我就是跑了一趟我不应该跑的行程，然后我就掉了我的钱包。哇，钱包吗？有很多钱吗？你该不会去领钱要？没有，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现金，现金不多，但是因为就是有重要证件嘛，证件都在里面，然后信用卡在里面，然后钱包又是新的，对，所以其实掉的那个当下，其实会第一个瞬间的反应是会先责怪自己说啊为什么会这么粗心，然后第二个反应又是责怪自己说这个行程如果不去跑的话，我的钱包会不会就不会不见了，我就乖乖做我要移动要去搭车的行程就好了，为什么要再多这个行程？你就顺便要去那里。对，然后反正就是又开始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了。那这时候如果叫你念我很丰盛，你应该会疯掉吧？我也不行，就是完全当下是一个我自己很明确的知道，我必须要先停下来，就是我不能再执着在那个项的本身，我不能再执着在为什么钱包掉了，为什么？而且因为我有去派出所留资料嘛，然后我也要放假，对，然后我也立刻去了那个邮局询问那个监视器。就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再去执着说到底谁捡了我的钱包，然后不拿给邮局，或是不拿给警察局，或者是我的钱包到底掉在哪里？所以他觉得是天上掉给他的礼物。Maybe I don't know， 但是我就先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再去执着在事件的本身了，我
我真的是因为我当天晚上有一个吃饭的局，我就那个时候是中午，我就先取消了我晚上吃饭的局，因为我知道我的心情那个时候不好，然后我也不想要用不好的心情去吃饭，所以我就先取消了晚上吃饭的局。然后我就也不急着去搭车了，我就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就把音乐播下去，然后我的那些我所有的法宝就拿出来，工具就是要这个时候用。我就开始点香，然后对我自己喷了一些精油的喷雾，然后我就开始停下来，先沉淀下来，先静心下来，给自己多一点的呼吸，观察我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去跟我自己对话，去挖掘我自己。我告诉我自己，我看见了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情绪，然后我先释放掉它。因为我没有释放完，我自己也很难挖掘，所以我就先释放掉那些情绪。然后我看见了我的生气，我看见了我的沮丧，我看见我的难过。然后再开始去跟我自己对话，询问我自己说，这个事件发生的背后，我到底要学习什么？或是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件事情，是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就是开始不停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因为毕竟隔天开始，接下来就是年假了，对，要过年了，我也不想用很不好的心情去面对这个过年，这样很沮丧哎。对，所以我就给自己一点时间。我最后其实我回头看了大概4-5个小时，我就用4-5个小时的时间去整理掉这个事件的所有情绪。然后再好好的面对年假，所以我就等于用这4-5个小时的沉淀、跟对话、跟看见、挖掘结束之后，对，然后再去换来我后面开心一点的年假。我觉得这样都比可能我当下直接念100次肯定句还有效。对，因为我真的钱再赚就好。对，没有回到那个原点的状态，你要直接正向，真的太难了。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要先去看见自己，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自己从负的地方慢慢的拉回归零。你归零那个状态里面要待多久就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归零了之后，你要往上会比较好往上。艾菲老师的例子真的是太好了，热腾腾的血淋淋的例子。对啊，在过年我应该是会先生气耶。对，就是我就是不想让那个情绪影响过年了，然后再哭一下吧。对，如果是我，释放一下。好的，如果你现在也觉得很卡，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先马上正向思考，先试图的让它归零。那我们用的小技巧，我们可以先第一步。先接受现在真的蛮不爽的，就是情绪还是要流动一下，但是再慢慢的聚焦回来，停止内在的拉扯。那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让心情把我是完美的改成我愿意接受现在的自己。就是变成进行式的感觉，进行式的肯定句。对，那第3步呢，我们可以把能量的状态里面，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再转移到我能学到什么，这就会是一个很简单的转换，没错的小技巧。对，那肯定句固然是很好，但是如果在当下会有压力的时候，就是先允许让自己先让心静下来，暂停一下，找到平静的空间。对，如果你现在也觉得卡卡的，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一句"我愿意给自己一点空间"，让我们一起把那个能量慢慢的拉回来。对，然后想了解如果更多关于调整频率的小工具的话，其实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去分享一些我们平常常听的一些能量补给品的音乐。对，因为有一些很多冥想清单啊，或者是净化空间的清单等等的音乐，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好哦，我们的频道愿景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的起点是觉察。感恩有你，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